通过吴振峰，我们掌握了 K 和孟卡的成员。鉴于这是一个特大的跨境制贩毒网络，省厅已经向公安部做了专门的汇报。下一步，由省厅统一部署，在云河开展扫毒行动，以麻痹敌人。另外，你要的杨新全在境外的资料，给你找到了。你对杨新全涉毒的判断是正确的。离开云河，最割舍不下的只有2个人。第一个人就是你，咱们俩这么多年了。第二个人，20年前帮我打听过消息。他老婆被杀，只身逃往境外。因为我，当他的女儿在深夜敲响我家房门的时候，当我第一次把他只有7岁的女儿送到社会福利院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欠他的。回来了，陈宇，我爸在上面。杨叔。你和玲玲怎么了？我们挺好的，爸。别骗我了。一连好几天回家，情绪都不好。对不起，亚玲，我以后不会再把你拖到工作里了，不合适。查过我的账吗？杨叔，我就是想从茶厂查一下万和达那边有没有问题。查出什么了？没查出什么，就是些正常的货运往来。小雨啊，你怀疑我？杨叔，没有证据，我不会怀疑任何人。要想查的话，找你们邻居吧。我跟他的关系
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杨叔，我就是好奇，当年你是怎么给邻居做的线人？认识他是20年前的事情，他当年就是茶馆的服务员，为了多搜集情报，经常去茶馆。林队长，来，给您加点水。谢谢。他知道我喜欢普洱茶，经常就跟我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谈论茶道。圆圆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茶楼隔壁的那个歌厅啊，有人在晚上卖毒品啊。卖毒品啊？确定吗？千真万确。我当时带人就扑了过去，现场就抓获了正在交易的毒贩。再往后，他又告诉我，汽车站、五一广场，每次都情报准确，没有落空。林队长，我告诉你这些消息是把你当朋友看的，最关键的，我见不到毒品害人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再往后，他的情报越来越少。但是很奇怪，缴获毒品的量却是越来越大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立了功，得了奖。后来，我遭到了毒贩的报复，不得已，我抛下了玲玲，一个人逃到了境外。杨叔，您到了境外，肯定更不容易吧？我找到了一个茶厂，在那儿做起了苦工。我还记得，那是一片茶山，漫山遍野的茶树啊。我们除草、杀虫，精心地呵护着每一株茶树。收获的季节到了，我们开始采摘茶叶。我们把采摘下来的茶叶送到加工厂，分拣、精挑细选。那些茶叶经过加工之后，变成了一饼一饼的茶。做茶叶工人虽然辛苦，但是看到一块一块的茶饼，我们觉得很充实，也很快乐。经过我们的辛勤努力，茶园的规模越来越大，茶叶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很多客户慕名而来。后来，我认识了一个女人，她是老板的女儿。琼姨吗？琼姐，蒙卡的另一个骨干成员，真实姓名李一琼。小雨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对不起，走神了。茶厂老板的女儿，后来呢？有一次，他病得很厉害，老板安排我到瓦林镇去给他抓药。老板为什么要打你？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。来，喝药。他病好了之后，为了感谢我，教了我很多种茶的技能。
老板开始也安排我做一些茶叶的生意，后来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引起了当地武装力量的眼红，他们终于忍不住下手了。为了报答老板，我拼了命把老板的女儿救了出来，我们俩死里逃生。再后来，他为了报答我，用他父亲的遗产帮我白手起家。我们找到了新的茶园，招募了新的工人，有了新的合作伙伴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想我的玲玲了，然后我就把茶园还给了老板的女儿，一个人回到了云河。我应该感谢那个女人的，是她给了我新生。也就是10年前，他突然给我写信，说他可以回来，想做茶叶生意。我就跟他约好了在福利院见面。我把他的女儿亲手送还给他。我们回家。玲玲，这是你爸爸。我是爸爸，我是爸爸。杨叔，您的人生可真是大起大落啊！说了这么多，你信吗？杨叔，这是你的人生经历，我信不信重要吗？听说你回派出所了？对，刚报道。林德赞怎么没把你留下来啊？可能是我跟吴正峰的关系吧。你和他什么关系啊？有人说我是他的保护伞。他应该是你的线人吧？我一直认为，能够给他发展成我的线人，就像当年您跟邻居那样。我们不一样。记住，我不是吴振峰。杨叔，您确实不是他。他给我带来的只有欺骗和利用。如果你再见到他，你会抓他吗？我曾经挺恨他的，但时间久了，又忍不住想，
如果我有他同样的经历，会不会就变成他那样呢？就像您的经历一样，您遇到了好人，就有可能变成好人。但是吴振峰遇到了毒贩，现在想想，还挺同情的。你还拿他当兄弟啊？能不能做兄弟，往后走走看吧。他欺骗了我整整20年呐！他一直在利用我对他的愧疚，背后一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20年前他就涉毒，他举报别人，就是为了除掉他在云河所有的竞争对手，为他自己贩毒扫清障碍。我拎的赞，到今天才发现他涉毒。但只要他涉毒，我就绝不姑息。组织上调我离开云河，我想过了。离开之前，我要清查一遍云河。是从不曾低头的棱角。别动。爸，这杨叔叔送给你的。放着吧。你别翻了，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集体的我都没拿。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，所以这些容易不算什么。
你入不了我的国室，都留下。你是不是有点难过？其实我很好奇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一直都不愿意离开云河？壮志未成。我不去天生记号，是从不曾低头的棱角。所有不甘，只因执着；所有苦衷留给沉默。想放的放不下，想忘的忘不了。街角说是命运早早把一切都写好。想找的找不到，想忘的忘不了，怎样让爱恨都抵消？寻爱恨的解药。你喜欢吃的，我买了很多，都放在冰箱里了。第一层是黑芝麻汤圆，第二层是小猪包，第三层是鲜梅虾仁水饺。以后你自己多照顾点自己。这几天我就先不过来了。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想要休息一会儿。你有没有想过？另外再找个地方住。这2天，我一直在想武春风说的话。他说我爸的命不错。他还能活着回来，还有人可以证明他的清白。他不想背负杜凡儿子的身份过一辈子，所以回来。你还记得吗？我相信你。不会无缘无故怀疑任何一个人，可是我永远改变不了，谁是我父亲。陈宇，我认真问你，你怀疑的都是对的吗？其实你知道的，我一直在等你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你知道的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亚玲。
我现在唯一能坚持的，就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我必须要找到证据，查出真相。这也应该是你最想要的，对吧？他到了。郝东，我手下的人天天催着要大黄胶囊啊！老朱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可是钱你也没退回来啊！现在这个局面不合适做。这个我不管，要不给货，要不就给钱，我必须要一样。老朱啊，那就给货，而且要快，我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我告诉你，你跟孟卡的恩怨闹到这个地步，我已经损失了2批货，我不想损失第3批，否则你不想看到的结果，也不是我想看到的。行了，琼姐，早想好了。我说过了，我要收手了。收不收手，由得了你吗？你干了这一行，就和整天离不开毒品的人一样，戒不掉。就算你想收手，你云和那些兄弟同意吗？那些买家，你也听到了，就说你就能保证今天收手，明天不拾起来吗？谈谈吧，谈谈接下来我们怎么走货。我要见于总，见不到于总，不回云河，不谈生意，这是条件。
备好了，走啊！二两哥，兄弟，看着点儿。好。我要见的是于总。我在呢。东哥，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好好聊聊了。介绍一下，我叫杨兴全。谢谢你啊，替我捎了这里。怪不得林德赞、杨兴全。所以啊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。林德赞马上就要离开，刘凯华也不在，万萌萌还没醒过来，他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。现在走过是最安全的。我相信阿坤没咬我，但我不信警察没查到老万。你完全可以放心。万路通公司很太平，我已经多方考察过了。这次走，我要全说的算。可以。我要加2成。东哥，叫你一声东哥，你真敢坐地起价呀！
金盆洗手，这都是麻古，还有新研制的大黄胶囊，都给你。你考虑的挺周全啊，先谢谢你了。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将来你东哥有需要我帮忙的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你的忙我一定帮。行了，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了。真分手了？哥在呢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，哥在呢。小丽，该去见你妈了。云河不能带了，你还小啊。听话，我们这个行当是走不到头的，别像你坤哥一样。做伟大的，看命了，200公斤，做完就走。原料绝对不能出错。怎么样了？林局，郝东和万赫达昨夜已进入了木雕厂和万路通运输公司。郝东入境后，在无监控路段消失了3个小时，不知去向。之后，他回到了木雕厂。江磊呢？江磊昨晚先去了边境线接了郝东，之后一直和郝东在一起，直到进入木雕厂后，再也没出来。喂，陈副总队，汇报一下，万赫达、郝东已经进入云河，和江磊会合了。他让的我们的安抚已经起到了作用。很好，只是他们3个人现在聚集在一起的目的不清楚，是不是制毒走毒也不清楚。吴振峰有消息吗？自从上一次陈月跟他联系过之后，至今还是没有消息。既然如此，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严密监视，切记务必要小心谨慎，不要被毒贩发现。是。拦住他！既然你已经站到这儿了，
肯定应该想清楚，要么出去，要么威胁我。风之后吹来无际的风，天之上还是空空天空，脚下路步步沿着初衷，伤和痛是赋予我的光荣。这故事哪怕无人传颂，热血热时刻为你汹涌，总有人和平岁月沉重，突围时燃烧烈火熊熊，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？唯一的出路是没有退路，牙关紧